我们现在进监狱了。不是普通的监狱，殖民者建立的，在旅顺的旅顺日俄监狱旧址。我们在环中国自驾旅行中的第一站大连旅顺看到了这座监狱。旅顺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具悲情色彩的城市之一。近代以来，日俄为了争夺在东亚，尤其是东北亚的利益，不断交锋。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赌局中，日俄各有胜负，输的只有中国，因为那时的中国是筹码。在旅顺，就连一座小小的监狱也几经列强一手。这是1902年这个监狱刚建起来的时候，沙俄始建的一个部分。但是我们再往前走，前面的红砖墙，1907年日本扩建的部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日本已经取代了俄国，拿到了对大连的控制权。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都是扩建出来的牢房。这件事情让人感觉到特别的难受、五味杂陈，因为不管是日本还是俄国，他们在权力的不断的交替的过程当中，让大连发生了很多的变化。但是我们退一万步去想，大连既不是日本，也不是俄国，大连应该是中国的城市。我感觉这个牢房应该是普通牢房，在牢房门口有囚犯的编号，然后在牢房里面有囚犯的一些日用品，但说是日用品，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，比如说草鞋，比如说马桶，比如说一些简单的餐具。当然说是囚犯，其实也是相对于监狱的立场来说的。我们知道在这关押的很多人其实是一些爱国志士，是一些和殖民者对抗的殖民者的敌人。在殖民者的眼里他们是囚犯，但是在我们的眼里他是英雄。如果说刚刚都是普通牢房的话，那么这一间就是特别关照的单人牢房。什么样的人会关押到这样的牢房里呢？安重根。安重根当年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，当时声震整个亚洲，甚至是震动世界。除了普通牢房，监狱还设置了暗牢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黑屋。暗牢幽暗闭塞，和外界交换信息的唯一通道就是一拳大小的洞。监狱还暗开刑房，甚至私自处刑的绞刑场。监狱医院医疗设备短缺，被囚禁的人们患上小病都有生命危险。无论是被处刑还是因病去世的囚人，遗体都会呈蜷缩状放进一个小小的木桶，监狱会将这些木桶定期移至后山掩埋。可以说，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关于地狱的意象，在这儿都变成了现实。走出监狱，行走在旅顺的街头，你会发现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将记号烧红，扣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，渗透进人们的生活。沙俄一撇，日本一捺，苏联又添一横。日本人的关东都督府和苏联人的纪功碑遥遥相望。与历史不相干的小猫行走在以斯大林命名的柏油路上。这些印记有的描画着苦难，有的则是欢欣鼓舞，但更多的是生活。在时代的狂风中摇曳的不可控的普通人的生活，在这里生活的一代代人，一面见证着历史，一面承受着历史，一面改变着历史。